好，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到了塞尔维亚的访问。那当然，塞尔维亚感觉起来他们已经飘满了这个中国红哦，2万多名塞尔维亚的民众在挥舞着两国的国旗欢迎习近平的到访啊。那甚至呢，在他们的这个街道上头啊，看到很多的民众是展现出来他们的欢迎。塞尔维亚的这个贝尔格莱德的塔上也呈现出来中塞两国的这个国旗哦，还写说啊，感谢中国，这个欢迎中国是我们的好朋友。那所以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哦，其实连华春莹也特别在 X 上面发文。那就连塞尔维亚现在其实都有一股中国风。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很流行学习中文哦，随便这样街访一下，有的会唱中文歌，有的会说中文，很厉害。我们来听一下。疫情时候，中国援助塞尔维亚，那一刻我就特别感动。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对，这就是那个记者们就这样子访问哦。当然，有些是不会讲中文的，也是表达说他们对于中国非常的感谢。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这长期以来哦，这个中国大陆跟他们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友好。那这一回他们要为习近平饯行的时候，武契奇夫妻也特别陪同这个习近平跟彭丽媛乘车到机场，同塞尔维亚的议长啊，然后总理啊，还有外长啊，大家都在这个机场为习近平送行。那这个饯行啊，那前往机场的途中，当地的民众跟华人华侨也在道路两边哦挥舞着中塞两国的国旗，然后也热烈的祝贺习近平的夫人，这个主席跟夫人哦，对于塞尔维亚的访问是圆满成功。武契奇也讲到说啊，您就指这个习近平所提倡的世界愿景，给予我们今天这个自豪勇气走上了这个进步跟成功道路的小国带来了激励跟力量，所以展现出来真的非常非常的热情哦。那另外我们来看看，他们其实习近平跟武契奇也有签署中塞命运共同体这样子，有7月1号开始要陆续生效。那包含了有这个首期6项措施。那习近平提到了，就是武契奇多次的盛情邀请哦，这个访问友好的国家塞尔维亚。今天呢，我如约而至，其实邀请了15次啊，终于成行，也让武契奇非常的开心哦。双方呢，就是啊2排人这样子隔着长桌一起这样子开会，也非常的就展现出来，哎，我们非常的热络亲近哦。我们来看一看。塞尔维亚谚语讲：山与山不见面，人与人常往来。中国人说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总统先生多次盛情邀请我访问友好的塞尔维亚，今天啊，我如约而至。确实是好朋友之间就应该多走动，多交流。对，多走动多交流，但是我们给大家看这个照片的对比哦，双方是这样非常热络的，大家好像凑在一起，在那边讨论着未来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合作。就对比一下，当初武契奇去见川普的时候，小板凳配大桌，像是在听这个教务主任训话的学生一样，这样子的一个主从关系跟这样子的一个伙伴关系，一比就比得出来哦。所以你看到，连央视他们也特别秀出来，他们拍了150秒中塞铁杆友谊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哦，也登上了微博热搜的第3名。那武契奇也说，其实塞国获得巨大的一个优势哦，因为接下来这个自贸协定7月生效之后，包含了牛肉、苹果，然后果酒都可以输入到中国大陆，将会免关税。他就说啊，这样子从这一次的交流，他们觉得啊，获得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等于说接下来可以大家有更多更深入的合作。那除此之外，另外一个在等着的就是匈牙利哦，匈牙利其实也是盛情的邀约，然后也是特别总理奥班亲自来到机场来迎接习近平。那他讲说主席阁下、教授女士热烈欢迎你们来到家里头。习近平也讲说，期待跟匈牙利的领导人会晤，来共同规划未来的新蓝图哦。中匈关系也代表着这个高水平阔步迈进。那到底这个匈牙利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那其实我们看到匈牙利哦，当然他们的布达佩斯的街头也是这个扬起了这个两国的国旗飘扬着，当地的人也是非常热烈的期待
习近平的到访，那代表着呢，就是其实匈牙利它是一个欧盟的国家，如果跟这个中国大陆啊有这样子一个连接上头，更深化合作关系哦，其实等于是敲通了通往欧盟的大门。那中国大陆在匈牙利的电池啊，还有电动车哦，也都是投资快速的增长。换句话说，可能这个匈牙利接下来扮演的角色，就成为中国大陆工业在欧盟这边中心的一个桥头堡的一个角色哦。所以这一次大家看起来，这个习近平访问欧洲啊，真的是成果非常的丰硕。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呢？其实塞尔维亚这个国家过去30年经历了很多非常怎么讲呢？非常严格的考验了可是在这个中间中国大陆对塞尔维亚的支持大概是始终如一，而且呢一直支持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它各方面的主张，支持这个国家免受于侵略，然后呢维持它的领土完整，也支持中国塞尔维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发展。所以这次习近平去，事实上受到塞尔维亚举国的欢迎我觉得那种接待已经到了天花板了。对，这个塞尔维亚的总统带总理、议长、前总统一起到飞机场去接，所有人通通都去接，然后去践行。对，而且很有趣的是，那个机门一打开，下面欢迎的这个整个塞尔维亚的文武百官是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个又是到了一个国际上一种所谓的礼宾的一个新的高点那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塞尔维亚它基本上是过去南斯拉夫的一个主体国家，南斯拉夫后来面临解体打了内战。那他在内战的时候，事实上的话，这个国家要维持它的这个整个的统一或者各方面它产生内战就已经很不幸了。可是那个时候美国居然选边站。居然站在希望脱离塞尔维亚国家那边一起来攻打塞尔维亚，所以才会那个时候有这个所谓的美国不晓得误炸还是故意炸中国大陆驻塞尔维亚大使馆这个事件那不但是如此，而且事后呢还这个组织国际这个罪犯法庭来审判塞尔维亚的这些军政领导人。可是战争的另一方他都不管，所以美国是明显的带着北约国家这个选边站来修理塞尔维亚，就是希望把这个就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彻底把它瓦解。那最后呢，还有最后一块，就是塞尔维亚维持它的领土完整，这个跟这个南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最后一块领土进行内战的时候美国也都选边站，科索沃。那最后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美国马上跟英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承认这个科索沃为独立国家。这个都是基本上我觉得不但是干涉塞尔维亚内政而且是在霸凌修理塞尔维亚。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么塞尔维亚等于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这个时候在外交上、在政治上、在这个经济发展上一直对塞尔维亚不弃不离，给塞尔维亚非常坚定支持，就是中国大陆。所以塞尔维亚这个不管是他的政府、政治领导人，还有他的老百姓，对中国大陆都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那种感觉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欢迎，通通是发自内心的。也就是说，你如果说到国父孙中山三民主义讲的话，中国如果强起来的话，要做一个济弱扶倾的一个角色，那么中国大陆对塞尔维亚的做法就完全符合孙中山他所提到的中国一个强大的中国在国际上应该扮演的角色。所以今天这个习近平在塞尔维亚受到这么热情的欢迎，其实是发自塞尔维亚内心朝野上下的内心的一种真诚感情的一种流露。对。好，我们来问杨老师。你看习近平这一次的访问从法国到塞尔维亚，现在已经到达了匈牙利。从出发之前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看国际媒体，尤其是像德国之声、法广或者是 BBC， 很意外他们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很强力的批判，或者是说嘲讽中国大陆怎么样来这边去做类似什么样的外交影响等等之类的。这个因为很清楚什么意思？欧洲现在的情势非常的不好，而中国过去跟他的关系持续的证明，彼此之间在经贸上、在
相互的往来上，在外交上，尤其要面对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万一如果川普回来，欧洲一定需要一个新的、不同的战略自主。所以他们现在有点声音比较少了，这个是过去很少见到的哦。那习近平来不都痛骂一顿，那台湾那些人不都一样，对不对？第二个，我们发觉到就各位注意到，习近平跟他的夫人彭丽媛展现的整个过程相当高的大国自信，但是又态度温和，非常的温和，温和到不断的强调和平共处，然后呢相互尊重，共赢共荣。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你把它如果只是一个切断式的听到这么讲，你觉得好像是一个文宣，但是10几20年来不断的这么讲，而且不断的以实际的经贸相互的往来，合乎规则的这种秩序，跟欧洲国家互动，当然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不会这个就是说这个看不到，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温和外交，这种大国现在展现那种高度自信，这一次大家有没有看到？对法国也好，欧盟最重要的国家，对塞尔维亚不到1000万的人口，对不对？一样的态度，这个是大家看到中国在对外外交上面，从大国外交到这个小国之间的双边外交，它展现出来的温和的态度是一致的，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因此，你就看到，特别这次对欧洲，尤其从法国，法国是两个重点。第一个，跟法国马克龙共同发表声明，要求以色列不可以进军拉法，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关键期。同时同意这个奥运期间所有各国的停火停战。其实这就要看下个礼拜回到北京之后，他这个普丁来访，对于这个态度的回应是如何？我觉得一定事先都讨论过。那第二个当然你就看到，特别是谈到的，就是跟塞尔维亚跟匈牙利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算东欧，那欧盟呢，东西之间的差别越来越明显。那中国呢，也看到这个差别，它在外交上细腻的程度也其实可以展现出来。好，来请教厉将军。我认为这次这个习近平到这个塞尔维亚跟这个匈牙利去访问，有着非常重要一个意义。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塞尔维亚在哪里？塞尔维亚在这个地方，它上面就是匈牙利。然后大家知道塞尔维亚现在来讲的话，如果说能够打通到匈牙利，如果再往南到希腊就是港口，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连接到意大利在这个地方。原来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希望能够经过苏伊士这个海峡以后，它船运可以到达意大利。那意大利现在退出了一带一路之后来讲的话，如果说中国可以从希腊这边，或者是阿尔巴尼亚，然后到经过塞尔维亚，再到匈牙利这两个友好的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取代意大利这个在退出一带一路之后，它的整个在欧洲的一个发展一个路线，可以经过这塞尔维亚。另外，我特别还要举例一点，塞尔维亚本身它真的是在欧洲是被孤立的一个国家，所以为什么这次武契奇对这个习近平来访这么重视？因为它既不是北约，又不是欧盟的国家，所以它是被孤立的。但是你要知道，前一阵子来讲的话，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是疫情期间，只有中国送给他疫苗，让他度过这次疫情的危机。第二次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被轰炸过嘛，所以他对防空武器需求特别大。那中国就把红旗22，我们知道在2022年的时候，用这个运20整套的这个红旗22防空导弹，这个运到塞尔维亚。中国的飞机怎么飞的呢？它经过保加利亚。为什么特别讲说经过保加利亚？因为保加利亚就是北约的国家，也是欧盟的国家。那中国的运20可以经过保加利亚，可以然后把这个武器送到塞尔维亚。那就知道中国在东欧这部分来讲，它的影响力有多大。那我这边特别要说明这次为什么塞尔维亚民众这么支持欢迎习近平？因为我们看这次结果去之后，他总共签了6项措施。大家看看这6项措施来讲，我们检视这6项措施对这个塞尔维亚帮助有多大。第一个，它这个铁路已经完成了，在2022年，等于是高铁一直到从匈牙利到匈牙利的这个布达佩斯到这个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
这个铁路总共有341公里，好，已经完成了，时速可以到200公里，可以说是一个近乎高铁的一个速度已经完成。那对这个塞尔维亚民众来讲帮助很大。第二个，它可以允许就是塞尔维亚每年可以派50个这个留学生到中国来做学习。那我相信他们在塞尔维亚民众年轻人来讲的话，可以到中国来做一个学习，来做一个科学研究，对他们自己本身来讲，后续可以增加自己国内的很多的这种进步跟科技的发展。第三个，他也愿意塞尔维亚的优质的农产品可以进入中国，所以对塞尔维亚来讲的话，帮助确实很大。那对中国来讲的话，它可以取代意大利的一带一路，我觉得对于中塞双方来讲，都是一种双赢的一个情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波音的问题真是一波三折啊，又有新状况反映出来了，是不是也代表着美国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的一个衰败的一个征兆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哦，就是 FedEx 的货机它机头朝地的迫降，我们直接看看画面哦，在土耳其这边这样非常惊险的画面曝光出来，因为它的这个起货架无法打开来哦，所以着陆的时候它的这个机头就跟跑道摩擦导致起火，那所幸是后来没有造成人员的一些这个伤亡，但是人家讲说怎么又是这个波音呢？还不止波音的飞机出状况哦，我们刚刚讲的是波音767的货机，就连波音的火箭其实也出现了问题，同样也是最新的消息哦。这个波音的星际客机太空船原定是在6号晚间来实施首次的载人试飞，结果后来因为这个技术问题延后哦。那2019年首次不载人的试飞，因为软体的因素没有办法进入到预定的轨道。去年7月的载人试飞也因为这个技术问题取消，所以它现在又再次出现了故障，所以它这一次的试飞再次的取消。那我们来看看波音哦，也传出来他们的内部举报人就是前波音最大的供应商品管员，他说他经常在运送波音的零件，我发现有多达200多个缺陷，很多湾区的零件甚至还会有缺少零件的，所以越来越多人出国或者是这个搭机哦不敢选择波音，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太频传了吧。再来，联邦航空哦也开始在展开调查，就说哦原来之前哦有这个梦幻客机波音787生产过程跳过了一些关键的检查项目哦，那结果是员工伪造了这个检查记录，所以他们现在要重新再展开调查。好，紧接着我们来看看哦，这个美国的科技产业，在特斯拉来说的话，它现在当然当务之急是要赶快在这个把它中国大陆的销量提升回来。那结果最新的一个统计哦，这个特斯拉上海的超级工厂，2024年4月的交付量大概是6万辆，比起去年下滑了18%，那跟这个今年3月相比哦，甚至下滑了30%。比亚迪的销量是特斯拉的5倍，也就是光是这个4月的销量，这样一比高下立判哦。那现在比亚迪还推出来把这个卫星通讯哦直接搬上车，就是他们的仰望 U8 这个越野玩家版配合了这个卫星通讯哦，跟中国电信打造这个接入天通1号，所以未来汽车上面同样也可以打这样子的一个卫星通讯出去。那现在看起来大陆跟这个特斯拉哦，好像也有这个放宽的一个趋势，就是同意特斯拉开始测试无人计程车。那特斯拉当然很希望赶紧在这个大陆的市场哦，赶快能够浴火重生一下，所以有大陆的官媒就透露出来，这个中国政府呢考虑让这个上海测试这个无人计程车。那近期也传出来，被誉为是救火队长的朱晓彤哦，他其实是特斯拉前中国业务负责人，他也传出要回国的消息。马斯克也希望赶快重振这个中国大陆的市场，但是2024的第一季哦，整体来说它的这个销量啊，却是下滑了4%哦，所以当然现在马斯克非常的着急。除此之外，我们看 TikTok 也变成美国紧盯的一个目标。现在剩下不到9个月啊 ，TikTok 是对于美国提告，所以这个周受资说绝对不会离开美国啊，也是展现出这个为生存而战哦。我们看路透社也好，纽约时报也好，他们都在讲说现在 TikTok 是为生存而搏战。那路透社是讲说这个诉讼其实是为了要保
保住美国的业务，他们宁可结束都不愿意把这个东西卖给，就是出售给美国。纽约时报讲说，这是在选举年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特别的棘手。拜登跟立法者哦，还有许多的用户，这个是有存在矛盾的，因为非常非常多美国的用户是很依赖 TikTok 在作为他们的一个行销或者是带货的一个平台。那到底这样子 TikTok 的2度起诉美国政府能够再赢一次吗？变成一个新的中美角力战的一个战场。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现在这个中美的角力呢？我觉得就是说以 TikTok 来讲的话，它事实上在美国有1.7亿的用户啊。是。那事实上在 TikTok 上平台啊，那么营商的这些啊有700万。对。这是 TikTok 讲中小企业啊。所以 TikTok 已经可以说深入美国生活，而且是美国很大一部分美国人经济生活的一部分。那美国现在为什么说你要把公司留下，你给我走人？这个在全世界这就是强盗行为啊，对啊，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说你把货你一起带走，哪有说你把货给我留下，人你给我走？是这个是这种的强盗的新境界啊，对不对？抢人家东西，这是新境界啊，而且还透过法律，所以美国政府通过这个法律啊，我觉得是美国的这个国家的一个耻辱，就是说从我们第三者看起来，真的是一个耻辱，国家变成强盗，对，要不然你就说啊，有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呢，你这个产品我要禁掉，哪有说这个东西又不禁，可是呢，你要变成我的公司？这国家变成强盗，真的是怎么讲来讲？我觉得在人类的这个通商史上面这是美国留下耻辱的一页。所以对 TikTok 来讲，事实上 TikTok 全球的用户不是只有那1.7亿啊，它在全世界都有用户，只是你美国这个市场欺人太甚，对不对？全世界也只有美国会做这种事情，所以 TikTok 就跟他讲一个理，对不对？那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你美国出在哪？我用你美国法律跟你打这个官司。那我想 TikTok 也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说要走我连人带货一起走，对不对？你让你的这个Mega 你去获利无所谓，没有说什么货留下人就走人的这种抢夺的方法，欺人太甚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对美国来讲到底是美国会赢，还是这个世界的公理正义会赢，还是美国老百姓的利益会赢？这都还在未定之天。这个走法律路线，我觉得 T 大走的是对，讲一个理字，然后看看美国的法律呢是能够公正审判呢，还是跟美国的行政部门一样也是怎么样，也是强盗的帮凶，我们就拭目以待。那波音的问题，这问题就是说出的问题太多了。对，过去我们都讲的波音737 MAX 这一型。它事实上，它同样一款飞机在2个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失事方式波音到现在没有个答案。波音只会出了事以后，就叫美国政府来强迫它外销。我想别的地方我们还不晓得知不知道波音这个招数。上一次美国的这个联邦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不是在台湾就演了一出吗？对，当着这个蔡英文的面说，我的州就是生产这个737的这个州，所以你要给我买737的波音飞机。那后来蔡英文不是买了26架吗？对不对？然后叫谁买？叫中华航买。华航你想真的有苦难言啊，这个用政治力量来卖飞机，那飞机还需要什么好品质？对不对？能偷工减料就偷工减料，反正一定卖得出去啊。我靠的是拳头，我卖的是兄弟茶，我卖的是兄弟槟榔，对不对？那还管你的？只值100块，我就要你500块买，你要不然你就吃拳头。那美国就结果呢，害了谁？害了波音啊。波音就偷工减料了。对，这一次出的是787，767，通通出事，都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对不对？上次飞机开一半，那个门也飞了，到现在也没有告诉大家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波音今天造成今天这个惨状，美国政府要负责。好，来请教杨老师。在5月6号的时候，习近平、马克宏还有欧盟主席冯德莱恩3个人共同在巴黎举行的中法欧的高峰会。那习近平就说，
所谓产能过剩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你看销售量、库存量，然后呢，以及各个这个因素，其实中国大陆做的电动车是产能不足啊。那但是冯德莱恩在2天之后啊，5月8号就昨天，他在柏林又说，是中国廉价电动车冲刺市场，必须要阻止。那冯德莱恩当然他可能在连任欧盟执委会主席的可能性并不高了，但是他还是在不断的以产能过剩、廉价，然后呢政府补贴来去批判中国的电动车市场，因为他其实在重复美国人的这个态度，害怕。那我们先看中国大陆有补贴过度的补贴吗？因为全世界都在补贴协助电动车的发展，这不就是为了节能减碳的这种帮助吗？结果在大量制造，然后中国这种内部的这个电动车这么卷的情况之下，这种竞争，整个 cost down 把这金三样，尤其是像比亚迪，你看最便宜的电动车才30多万台币耶，敢不敢开放到台湾来？台湾的汽车都全倒。但是人家可以做得到。我最近看到日本的一个连锁寿司，他告诉你他怎么把价钱压低，一个寿司不到台币100块，他甚至连养殖的东西都用 AI 完全的减少就是人事。他说这种做法大规模能够降低成本。你看中国汽车不就是如此吗？这个时候欧洲反而担心，欧洲反而会认为说，这样子进来会不会夺了它市场？可是所有欧洲的这些车企反而是跳出来，不可以去阻止中国的车子进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自己本身的竞争力强，因为你那么阻止的话，中国反而去制裁你中国车进入到中国市场，那欧洲的车子大概就生存不下去了。同样这个情况，那现在这个 TITA 我必须要讲，过去 TITA 第一次赢的那个诉讼那是因为来自于行政部门单方面的决定，尤其是蒙塔纳的那个州政府，后来川普政府的一些动作，那司法呢对于这个行政部门的一些这个作为有一些前置的效用。可是现在是国会，两个国会的同时这个通过的法律，行政部门的签署，这种某种程度到了司法部门之后呢，他可能会对于他的这种违宪检视会有很大的考量，因为这个是很政治性的议题，最后会到大法官那边去，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呢，其实完全取决于这次川普能不能当选，以及川普的后来的这个对于 TITA 的这个政策。好，来请教将军。我们这次看这个波音飞机落地，我觉得是整个系统都出了问题，因为它代表你看它是机头着地，对，那机头着地而且摩擦起火。那我们要知道，假如说一个飞行员他如果说是放起落架的时候，如果说是起落架3个起落架没有放的话，没有完成的话，它应该会有警示板会警示他说前起落架没有放成功。那我们看到这架飞机还继续着陆，表示说是不是整个系统都坏掉了？它变成飞行员不知道自己前起落架没有落地，因为来讲，如果前起落架真的故障没有放成功的话，他应该回头再第2次再降。第2次再降的时候，机场那边就会有所准备，比如在跑道上面立刻铺上泡沫，因为我们知道摩擦会起火嘛。那飞机来讲，机身上面几乎机翅膀都是油箱。那你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一定要做防火处置。第二个就是你的消防车一定跟着飞机一起跑，对不对？你一摩擦起火，立刻用泡沫来消火。但是我们看到这架飞机落地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应变的措施，要不然就是土耳其的机场来讲，没有任何的这种防灾的演练，或者是说这架飞机本身来讲，它的机头起落架没有这个放成功的时候，这个飞行员自己本身都不知道机头没有放成功，所以他才没有任何的应变措施。我觉得这代表的是真的是很严重。这波音现在变成怎么样？就是如果说哪一天不出事的话，反而变成是新闻。它出事从年初到现在已经数不清了多少事情，包括连布林肯自己的专机都出了2次事。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整个是美国的一个工业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如果说讲到特斯拉来讲的话，我觉得特斯拉代表的是从这家公司的企业，我们就看到全世界跟中国是没有办法脱链的。特斯拉前阵子在这个全世界它的股价跌了将近1/3，而且全球裁员裁了1/10，可见它业务量下降很大。可是你看这个马斯克他没有去印度，本来说要去印度的，就他没去印度。
就是他跑去见了李强，一天的时间见了李强，就第二天当天晚上股价立刻嘣一个就立刻回弹上来。那可见的说是跟李强见面，这双方谈的内容来讲的话，对全世界来的股价都是一个这个很大一个激励。那就代表说是他谈了很多的很成功，包括他的大数据啊。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翟轩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现在距离520越来越接近了。今天看到了《自由时报》2大版这个头版消息，再加上翻过来的这个 A3 版的2大版的消息，在讲什么呢？讲说这个福马同城通这其实在选前我们都已经节目上面都有聊到了，说因为现在呢，这个中国大陆推出了惠台13条措施给予马祖的民众储值300元的人民币，然后这个福马同城通的交通卡，也就是可以到这个大陆这边来做一些使用结果你看，现在绿营的立委就跳出来讲说，哇，这是中共廉价的经济红利做地方包围中央的一个统战工作把它描述成这又是来做统战的。那连江县政府就形容他说这是基于服务那这个入境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其实可以依照个人的意愿来申请办交通卡所以网络上面的反应是说，马祖才多少人，怎么被你这个林楚英形容成好像什么样的一个致命的威胁一般那人家说这个其实好像有一种既视感，就是像是这个洪都拉斯白虾的这个既视感当初呢是外交部的业配因为好像这个洪都拉斯的这个我们断交之后，他跟中国大陆建交嘛，那我们就要一直唱衰就说这个台湾买白虾更便宜还增加税收结果现在跟中国大陆建交之后，出口2头落空然后跟台湾断交太惨啦，他们养殖场还倒闭这感觉好像就是当时外交部的业配，所以网友讲说，难道现在就是换成陆委会的业配嘛？就是又要开始进行统战，好像又要带一波新的话题跟风向嘛？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中美之间的角力中国大陆的第3艘航母福建舰，在昨天他们的一些社群上面，像微博都引发非常大的一个关注讨论，就是它完成了第1次的海试了。那8天的首次海上航行测试的任务已经顺利返回了上海江南造船厂的码头。南部战区就讲说，这一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下一步将会按照既定的计划来展开后续的测试工作。那所以我们看很多这个大陆的媒体也好或者是微博上面的南部战区，他们都有登出来这相关的照片那就说完成了动力、电力跟系统设备的一系列测试。其实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现在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改装到国产，从滑跃到弹射的升级跨越。然后呢，他们说这个是创造出来令人瞩目的中国速度。那还有另外有一些专家在《环球时报》上面，我们看到这个引述了大陆的军事专家张军社，他讲说，福建舰首次的海试测试的动力系统跟这个电力系统对于航母而言至关重要，因为航母的动力系统决定了航母能否正常运转，相当于是航母的心脏。这次的这个测试成功，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至关重要。那还有高清照出现啦，这一次完成了这个海试人家发现说，这个由旧遏制的这个导弹驱逐舰改造的杭州舰也经过现代化改造之后，变成福建舰首次海试的一个护航舰，也登上相关的一些网络的热搜话题。那中国大陆这样子海上的动作，引发了非常大的关注。美国好像也不甘寂寞说在520之前通过台海他们的这个第7舰队的粉专就讲说，他们的海尔赛号通过了台海的一些图文。他说这是美国海军今年第3度穿越台海，那即将是在这个赖清德520就职之前这一个时机点所以说也引发了关注。那这样的动作，当然这个中国大陆也会有所回应东部战区在深夜的时候发文了，在微博上面讲，
看到了这个美舰通过台湾海峡，那他们的这个微博也好，微信公众号也好，他们讲说，你这样公然通过台湾海峡，并且公开炒作，对于美舰航行全程跟监警戒，而且会依法依规的处置。但是，是不是也代表着520之前，中美之间可能更加的紧张，特别是在台海这一块？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呢？这个福马同城通又变成新一波的这个认知战话题吗？对，我觉得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议员啊，还代表民进党啊，我觉得有点小题大做。对，那这个福建跟马祖之间本来在这个历史文化渊源哈，就是一体的嘛。可是马祖老百姓在过去这个几十年里面哈，对台湾的这个不管的防卫哈，各方面哈，贡献非常非常的大。等于说马祖老百姓这个很多生活不便啊，各方面哈，都是为了台湾的整个哈跟大陆在过去那个对抗时期啊，扮演第一线最危险的角色。这马祖人民对台湾来讲啊，可以说是做出极大的贡献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很多军事的部署放在马祖这个岛上面啊。所以马祖事实上承担的这个防卫上面它的风险远大于台湾本岛。你真的要有冲突的话，马祖都是占第一线啊。马祖过去是台湾防卫的第一线，现在也是第一线，甚至有一些攻击性的武器也放在马祖岛上啊。那这对于马祖人民来讲，他们的生命财产是他们承受的风险，远高于台湾老百姓的风险。这些，我觉得这些像什么林楚英这些人啊，要搞清楚啊。对不对？马祖人、台湾人对马祖人应该要心存感激的啊！现在动不动就把马祖拿出来当做一个标的，那是大陆那边提出来的，又不是马祖人去争取的。你把马祖拉出来干嘛？我觉得这些立法委员啊，有些绿色立法委员啊，就讲话不凭良心啊，对，不凭良心，那完全也不顾及啊这个马祖对台湾的重要性跟对台湾所做出来的贡献啊，这种翻脸不认人啊，完全啊搞不清楚现状的这种讲法啊，实在是我觉得啊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我觉得这个对马祖人民都是非常不公平的，非常不公平的啊。那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民进党老师就没有题目做了，就表示跟中华民国断交以后呢，这些原来我们邦交国状况都很惨啊。是不是如此呢？难道洪都拉斯的国家就靠卖白虾为过活吗？我是觉得这种搞内宣啊，这个是没有意义。而且呢，你要知道，很多我们的邦交国他们的代表还在这个地方，那就表示你台湾这个像吴钊燮他们的领导外交太短视近利了。跟你断了交以后呢，哇，别人好像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如果不是事实的话，那你就是等于在搞内宣嘛。没有什么意义。那你真的如果说这个洪都拉斯有这么多顾忌的话，那他当初干嘛要跟我们断交呢？对，要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断交，不要断了交以后呢，这个整个的又在那边数落这些跟我们断交的国家，好像少了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国家过不过去。其实，在有关这些我们在外交上真的应该要检讨的，就是民进党政府过去断了10个邦交国。拿不出任何的办法，对，而该负责人也不负责，这是不是造成这些外交部整个心防的松懈？外交部整个出了责任了，有该负责任的没有出来，没有人出来负责，那以后这个部长都很好干啊。对我的认知，以前在任何时候，只要断了交，那部长就要下台啊。哪有断了一断再断，一断再断，还在那边稳坐其位，然后呢还要在那边数落别人跟我们断交的国家，好像做错了选择。那既然如此的话，那你要问为什么当时你如果说人家错的选择，你问外交部当时不能够撑下去呢？把这个邦交维持下来呢？对不对？断了以后在那边讲风凉话，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心态就是一种错误的心态，规避责任。然后呢，把错误都归给别人，这种心态，在外交，在你内政上这样搞，外交上也这样搞，你这个都是错误示范嘛。你给新一代的外交部的这些年轻同仁，你都是一个错误的示范。所以我觉得这个
应该好好检讨的是外交部本身啦，不是去检讨洪都拉斯啦。那大陆这个航母哈，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就是说哈，让我觉得眼睛一亮，就是它的速度。对，这个中国大陆从没有航母到一下冒出3个航母，而这个3个航母每一个都有跳跃式的进步，这个就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呢？眼睛为之一亮。第一艘航母我们都知道，辽宁舰，那是从乌克兰买来的原来的旧舰，在那个旧舰的基础上，把它这个建造出来，成为中国大陆的第一艘航母。第2艘航母山东舰就100%是中国大陆自制的，虽然它的这个设计啊，还有各方面还是比较传统的，它还是所谓弹跳式的这种所谓的起降模式。那可是呢，从第1艘是乌克兰造的，到第2艘就变成中国自制。第3艘福建舰就不但是中国大陆全自制，而且它的弹跳、它的起飞系统用最先进的，全世界目前只有美国在使用的所谓的电磁弹跳系统。所以3艘舰有这么大的跨越度啊，你不得不佩服大陆哈，在科技、在这些军事武器方面这个进步的速度。好，紧接着请教厉将军。大家都这个很好奇，福建舰这次海试的状况怎么样？我想说内行看门道啦哈，我们来看一些门道，看它海试这艘福建舰航空母舰到底是海试的状况如何。第一个哈，他就不怕你看，他这是他自己拍的，他用4K 高清画面，用空拍的方式拍给你全世界看，我就不怕你看，代表说他非常有自信。那第一关他就赢了嘛，对不对？如果说是他认为说自己海试没有把握来讲的话，他已经借着军事机密啊干什么，就遮遮掩掩的不让你看。他可以用高清画面让你看的话，代表说是他非常有自信。然后第二，我们来看他的这个动力好了。刚刚这个我们介大使也讲，他的动力他觉得传输很快。传输很快，一般来讲的话，第一艘海试出去，像印度它航空母舰出去第一次海试的时候，它旁边会跟着拖船，你知道，就万一它要全速前进，万一锅炉烧掉的话，这个船烧掉没有动力的话，用拖船把它拖回来。但是我们看到福建舰在这海试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拖船跟在旁边，那一下子它马力一加以后，这些拖船就甩到后面。可见它这次做动力跟电气测试来讲的话，在动力上面应该没有问题。第3个，我觉得它这条船从它动态来看的话，应该是全电力来推进，也就是说，它不是用这个高压蒸汽引擎来推进，它是把它转成电以后用全电来推进。为什么我这样推测呢？第一个，你看它行驶的非常平稳，就像是我们骑摩托车，你如果骑 GoGo 对不对？全电的摩托车跟骑那种引擎的摩托车，那感觉不一样。因为电动的话就是很平顺，用马达的话就是感觉到震动。那感觉到它好像震动很稳，航空母舰的稳定数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要舰载机要在上面起飞。你如果船是在颠簸跳跃的话，那就影响到舰载机的起飞。第二个，它用电磁弹射，代表说它电力一定要很够，它才能够可以让这艘军舰把这个飞机用弹射出去。第3个，我给大家看一个比较哈，大家可能很好奇，我们如果说拿它跟美军来做个比较，大家看一下。这是福建舰最上面这一艘哈，这个是尼米兹，这个是美国最新的福特号。我请各位看看这3艘军舰，这个大家来找茬，看看这3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桅杆的不同。福特舰已经是老美最新的军舰。它还是亮衣架式的这种桅杆，你看这个桅杆跟亮衣架式，第一个很丑，第二个它容易雷达被发现。那福建舰已经采用最新的一体式的桅杆，光这一点它就赢。第二个，我们来比较一下它们的尺寸哈，因为我想说其他的东西我们不讲舰载机，我们在光看从尺寸，你就可以断定说这艘航空母舰可以带多少飞机。我们看一下，如果说是它跟尼米兹跟这个福特号来比的话，大概除了说是跟福特号，当然是福特号号称10万吨是比较大了哈，甲板长度比较长，但是甲板宽度来讲的话，它跟尼米兹号是差不多，然后长度略短一点，吃水深度也是差不多，所以我们推测它可能它的舰载机的数量可能跟这个美国的尼米兹号是概同的。最后我要讲一点哈，它的这种雷达系统，我仔细去看到。它的这个舰舷旁边的那个近迫防御系统，它有源震控相位雷达，也就是说，它的不管是飞弹要攻击它，或者是无人机攻击它的话，它那种很近的距离里面，它有源震控相位雷达，很快把它这个攻击它的这种不管是无人机或飞弹给它击落掉。好，紧接着请教杨老师。
自由时报》连这个2版在批马祖竟然配合中共推福马同城通，我觉得其实他基本上大概就是针对4月27号傅昆萁委员带的17位，连他本人国民党立法委员在北京得到的成就，担心他们真的会推动实施，被迫。为什么？大陆这边第一个释放的讯息是同意福建居民到马祖旅游。各位你知道，到马祖旅游你看起来好像小小的，可是如果每年多4万个人到马祖旅游，它的经济效益是多5亿台币。然后第二个，也就是平潭跟台湾之间的客运恢复这个航线，那货运老早在去年就恢复了，小三通在去年2月也恢复了，这个平潭其实没有理由不恢复了。他说，如果一旦恢复之后，福建的居民就可以组团来台湾来玩。各位你知道，这个林楚英的讲，这是很糟糕。他说中共廉价经济红利，你如果认为廉价，那你干脆你也给廉价的经济红利给马祖啊。你要不要给我们台湾的一般老百姓廉价经济红利？对啊，主计处告诉我们，台湾的前20的家户，每个家户的资产5000万台币。底下的20的家户，每个家户的资产77万台币。我要廉价的红利，给我。那现在你看看日本在2月份他公布的数字，去日本观光的这个以国家计算的话，韩国81万人最多，台湾我们现在是真爱日本50万人，中国大陆是45万，那听起来好像比我们台湾少，对不对？可是你跟去年比我们台湾在2月的时候增加1倍。去年25万，中国大陆呢增加10倍。日本欢迎中国大陆的旅客去啊，因为那是廉价的经济红利啊，对不对？观光嘛，你不要吗？台湾的经济有多大的传统产业、服务产业、观光产业，现在是土哈哈的啊，是不是？那你现在为了你的政治目的，林楚英你在那边喊要地方包围中央的统战工作，因为你这个中央已经不顾地方了嘛，对不对？那人家现在用这个态度，愿意用这种方式到你这边来贡献你的经济花钱，你居然把人家排除掉，你是怎么对待你自己台湾同胞的？福建舰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意涵是它的区域的战略意涵。还有中美之间的军事平衡的意涵，这个它的好处、它的优点以及它的发展，我想大家都听了很多。那同时，我们就讲在西太平洋现在大陆已经有3艘航空母舰了，美国至少有的时候1艘，有的时候2艘，西太平洋放得下5艘吗？有的时候英国还跑来1艘，它有排挤效应，这种区域的战略的这种平衡其实已经慢慢的出现变化。一个重磅的福建舰进来，整个排除掉其他军事的介入。同时，中美之间在这个就是说航母的对比上，以及在区域地缘的这种就是军事对比上，也出现很明显。而我们就身在其中，大家要知道它比较深刻的战略意涵。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